只见上一秒还在和男主人愉快玩耍的小狗，下一秒就突然转身给了他一口。别看这次伤口不大，之前狗子可是把他咬进医院还做了手术的。有人说还不起锅烧油留着他干嘛？但江训却说，没想到这背后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这只叫可乐的小狗今年6岁，说他是夫妻俩的掌上明珠也不为过。不过小家伙脾气可不太好，看见拍摄组的人就一直戒心满满，女主人不得不一直按住他，防止抱起伤人。看着攥紧的拳头就知道大家此时有多紧张了。不过女主人好似也管不住他，因为他对外人和家人都一个样，狗子对他的指令置若罔闻，可以说主人的地位略显薄弱。其实之前房东是不同意他在这养狗的，还是在他软磨硬泡之后才同意的。但可乐的不住吼叫却给他增加了不少麻烦，周围的邻居都没见过如此凶的狗，周遭的行人孩子都能成为他吼叫的对象。外出时他更是不省心，见到人就想往上扑，男女老少他都不想放过，甚至把远处的小孩都给吓哭了。他的无理举动让女主人既害怕又尴尬，外面的车水马龙都是他愤怒的诱因，所以他几乎5年都没怎么出门散步了。但要说他乖巧的时候还是很可爱的，他会主动找男主人陪他玩，这是难得的娱乐消遣时间。不过当男人抱他的时候，可乐又会龇牙咧嘴的想下去，他的喜怒无常让夫妻俩哭笑不得。对他们来说，吃饭的时候是难得的安静时光，可乐一般不会来打扰，但饭后她就走到了丈夫面前，兴许是想发泄没陪她玩的愤恨。虽然女主人借机训了她几句，但也略显无力，还好伤口很小没有流血，不像之前她被咬到住院手术。不过屡次受伤还是让男主人的心跌入到了谷底。虽然他们很想和可乐好好相处，但他的反复无常也让他们十分担心，生怕什么时候就把别人给咬了。多年的生活让他们感情深厚，但他的霸道让两人吃不消，甚至在家里都不敢大声喘氣。其實小時候的他并不是这样的，可爱是他的代名词。他们也度过了很多欢乐时光，但不知道何时起一切都变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变得如此凶神恶煞？夫妻俩想破脑袋也不明白。当他们带着他来到狗狗公园时，可乐就迫不及待地想去玩耍了。不过他的社交能力实在太差了，即使见到同类他也只会吼叫，没有半分想一起玩耍的意思，还把腊肠给吓得远远走开了。看见别的狗在玩球，也能激起他愤怒的火焰。他无法和同类玩耍，让主人很是头疼，他只能默默地抱住他，防止失控。清新的空气从此就和他绝缘，女主人也为他无法享受这个世界而感到心痛。他们只希望可乐能变好起来，能够敞开心扉接纳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。即使可乐伤害过他们，但也都成为了过去。如今的愿望只是想让他变好而已。当训犬师登门后，可乐也没有吝啬他的愤怒。他说可以先带可乐出门走一走，让他感受一下外面的味道，放松一下再说。这样近距离的观察可以更好的了解他。女主人说，由于攻击性的原因，他们1个月只能带他出来1、2次，因为他们无法控制他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而许久未出门的可乐对一切都显得那样好奇。观察了一会儿的江训也知道了一切的原因。回到家后，可乐表现得很平静，即使有人进出家门也没有暴躁起来。女主人说，可乐其实是妈妈领养回来的，之前她是被关在笼子里养的，在她结婚后就把可乐带了出来，她也成为了家里的一份子。早期的时候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，吃吃喝喝生活照常，但随着她的体重增加也开始变得有攻击性起来。一天下班后，他们发现家里被搞得一片狼藉，在打扫的时候可乐不断在身边徘徊，男主人就推了一下骂了他几句，结果他就跑到角落里躲着不出来了。其实狗狗开始咆哮就已经是最后的警告了，他想告诉你不要再这样做了，但如果主人对此置之不理，甚至还打他的话，不管是1次2次都会给他们内心留下阴影。所以想办法替换掉不好的记忆是现在要做的。首先要做的就是带他出门散步，外出期间主人不要说他，也不要被他拽着走，这是他们要遵守的2条准则。许久未散步的可乐四处张望，江训说其实可乐还没找到散步的乐趣，他只会用凶狠来表达自己，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。吠叫成为了他唯一的表达方式，因为他脑海中没有其他的概念，所以周围人才会误以为他的攻击性很强。这也让女主人第一次了解到可乐的内心。江训让女主人拿出些零食来，作为这么久没带她出门的补偿，他们来到了人少的巷子里散步。放松下来的可乐还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这是一个好的开端，因为他用这个行为表达自己住在附近，同时也是一种和周围同类的交流，类似留个名片的作用。这也代表他的身心越来越放松了。紧接着他又进行了2次标记，好似慢慢找回了散步的乐趣。虽然今天的散步很短暂，但理解了狗狗行为的主人能坚持日后每天散步是更重要的。其实对于比较情绪化的可乐来说，主人用言语或者行为来制止他，不如换一种方法来让他平复。比如主人用打哈欠的方式，可以最大程度的让他感觉舒适放松下来。当男主人这么做时，可乐即便听见了外面的声音也没有大叫，
训犬师继续让他把手掌朝向可乐，然后打个哈欠告诉他有我在，没事的。主人的放松其实更有利于平复狗狗的情绪，动作也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，这样的行为也可以让他慢慢读懂主人的心思。此时他安静地趴在女主人腿上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江训也说可乐的学习能力很强，他的潜力是很大的。今天的训练也让双方的沟通更加深入，让夫妻俩知道原来可乐是可以安静下来的，只是曾经的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而已。江训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，简单的训练没想到却有如此大的成效，好像今天他们才认识自己的狗一样。几天后，江训又见到了一家人，他带来了自己的爱犬作为辅助，来训练可乐能和同类保持距离的同时进行稳定的散步。这次可乐可以说情绪很稳定，即便有狗狗在附近，他也没有攻击。看来江训的训练真是卓有成效，后面就靠主人反复训练加深印象了。其实狗狗的内心有时也很脆弱，而主人无法理解它们，就导致了很多误会的产生。如果大家能用狗狗理解的方式进行沟通，相信很多问题就都可以避免了。